嗨，你好，我是气球君，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在 B 站终于有了2万的关注量。那今天这期特别节目就想跟大家聊一些轻松一点的话题，那就是我目前在用的一些电子和数码产品。我使用的产品中有很多热门的产品，也有一些是鲜为人知的小众产品。那我们就先从手机开始吧。我的主力机是苹果的 iPhone 10。iPhone 10作为苹果的第一部全面屏手机，2017年它一经推出，我便入手了。当时选择的是最大容量，也就是 256GB 的版本，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后悔当时的决定。它的外形依旧没有过时，至少它的正面屏幕设计还是和最新的 iPhone 11 Pro 一模一样，流畅度依然很好，电池健康度是 83%， 玩1个小时的游戏会掉电 36%。我的另一部手机则是华为 P40 Pro。如果说 iPhone 承担了我 90% 的生活和社交需求的话，那华为 P40 Pro 则承担了我 90% 的娱乐和摄影的需求。摄影是我选择华为 P40 Pro 而不是1+8 Pro 的主要原因。看过我深蓝色柏林那组照片的朋友会知道，我很常用长焦镜头来进行街拍。P40 Pro 的5倍光学变焦相当于等效135毫米的焦距，再加上等效270毫米的10倍混合变焦，也能够拥有不错的出片率，所以 P40 Pro 的长焦镜头非常的切合我的需求。我还有一只手表是卡西欧的 G-Shock GBA 800，它是跟智能稍沾边的那种产品，搭配 APP 有一个记步数的功能，不过我几乎没有用到，买它的原因纯粹是觉得它很好看。平时我不会戴手表，但每当有重要的场合，我还是会戴上它，好让自己显得 fashion 一点。我所理解的 fashion 了。说完白色手表，我家里还有一个白色的小翻页钟。我第一次觉得翻页钟好看是在王力宏依然爱你的 MV 里。这个翻页钟是24小时制的，左下角会有一个 AM/PM 的显示，通过右边的小窗口还可以轻松的来设置闹钟。直到使用了翻页钟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它和传统的时钟一样，每秒钟会发出。以前我一直以为它只有每分钟翻页的时候才会响一次，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一个人。总之，如果你不喜欢滴答滴答的声音的话，那还请你要谨慎入手。关于耳机，我使用的是1代的苹果 AirPods。AirPods 应该是库克担任苹果 CEO 以来最具有创意的产品了，它非常的轻巧便携，音质对我来说也完全足够。不过这款 AirPods 右边耳机的电池已经坏掉了，每次连上耳机，音乐播放不到3分钟就没电了。耳机的单支维修价格是55欧，我想我应该会把它拿去维修，因为暂时我还没有升级到 AirPods Pro 的打算。我还有一副有线耳机，是森海塞尔的 CX310。我想说一下这副耳机的质量真的是太好了，有一次被我不小心扔进洗衣机，洗完烘干拿出来，居然还能继续用。我最常搭配有线耳机来使用的是索尼 NWZ-1474 音乐播放器，它的机身非常的轻巧玲珑，一只手就能将它轻松的 hold 住。我最喜欢的是它的系统界面，即使今天来看也很酷，很有科技感。还有一个 Sense Me 频道的功能，它会自动把 MP3 里的音乐整理成不同的音乐类别，切换不同频道时，音乐也不是从头，而是从中间部分开始播放的。就像是使用收音机在听歌，无论你调频几点几，都是自己喜欢的歌。这个功能我觉得真的很能提升幸福感。现在我用这个 MP3 来听歌，完全是因为情怀。播放器上的音乐应该都还停留在大概5-6年前我的大学时代，偶尔插上耳机听听，瞬间就可以找回曾经第一次听到这些歌时的心境。在家的时候，我更常用 Sonos One 听歌。Sonos One 可以说是彻底的颠覆了我对于一款智能音箱的看法。它是一款非常开放的智能音箱，语音助手是可以自由选择的。我在 Sonos One 中还添加了我的 YouTube Music 的账号，通过谷歌语音助手可以很方便的播放自己想听的歌曲。除了听歌，还可以用它来听新闻。我设置了自己想要获取的新闻来源，每天早上我只需要对它说一声 OK Google, erzähl mir die Nachrichten. Hier sind die Nachrichten. OK Google, Stop. 各个渠道的新闻便会向我一一的呈现。
而在 Zones One 上播放的歌曲还会在我另一个设备上实时呈现，那就是 Nametric Time， 它是一个智能的家用像素风的显示屏。我有看很多的 YouTuber， 包含影视飓风的 Tim 都有用到它，设置你想要看到的内容，它会全天候以滚动的方式呈现。除了最基础的天气和时间，我还设置了 B 站的关注和 YouTube 关注的实时提醒。是的，每新增一个关注，我还会收到一个叮咚叮咚的烦人提醒，不信的话你可以点一下关注来烦烦我。虽然 Nametric Time 是一个小公司的产品，但我不得不说这家公司对待这件产品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它已经上市很多年了，但常常我都还会收到它的系统更新。比方说他们最近还为它增加了一个可以实时显示新冠状病毒感染人数的功能。除了 Nametric Time， 我的家里还有一个像素风格的装饰品，也是很多观众常常在评论中会问到的产品，就是这个由一名美国工程师联合柏林的像素艺术家团队 eBoy 制作的 Game Frame。 关于 Nametric Time 和 Game Frame 的更多详细信息，如果你感兴趣，欢迎考古查看我们的往期视频，视频链接你可以在下方的简介中找到。电脑我使用的是苹果的 iMac 21英寸版，这好像是2014年的版本，屏幕呢尚且还不是 Retina， 是我学生时代打工赚钱买来的。2年前它一度变得非常的卡顿，但是在更换了 SSD 卡过后，它又重新的散发出了活力。搭配 iMac 使用的是苹果的无线键盘和我从 eBay 淘来的老款的苹果有线鼠标，这款鼠标也是很多德国视频工作者的标配，它的握感比扁平的苹果无线鼠标要好很多，加上中间的滚轮，剪视频的时候也可以非常方便的在时间线上来横纵向滑动。此前呢，我的笔记本电脑是11英寸的 MacBook Air， 它能胜任我绝大多数的文字工作，但因为最近我逐渐的把剪辑工作转到了笔记本端，所以我就入手了13英寸的 MacBook Pro。2020年款的 MacBook Pro 终于有了非常舒适的键盘，实体的退出键也又回来了。话说，如果还有没有 Touch Bar 的选项，那就更好了。我认为13英寸的 MacBook Pro 更适宜移动办公，它能够非常轻松的被塞进我的相机包，而16英寸的就不行。平板电脑我使用的是 iPad mini 2， 这也是我当时大学期间打工赚钱买来的，背后有刻上我们一家3口的姓名。它如今已经非常卡顿了，但因为我对平板的需求仅限于看视频，所以它完全 OK 的。还有一部平板电脑，我平时几乎不会用到它，但它对我有很大的意义，就是这个杂牌的平板。这是我大概18、19岁生日的时候，朋友问我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当时我又对 iPad 非常着迷，于是我便脱口而出 iPad。 后来我真的就得到一个平板，只不过它并不是 iPad， 它很卡很慢，显示效果也很差，但我知道这真的是当时朋友货比三家能够买到的最好的平板了。这份礼物让我很内疚，非常非常的内疚。现在每次看到它，我都仿佛会看见自己丑陋的一面。我很后悔，因为我当时真的不该那样子半开玩笑又半认真的提出一个明显超出对方经济实力的愿望，毕竟当时大家都还是没有收入的大学生。后来我办了无数次家，从国内到德国，从马尔堡到柏林，我都一直带着它。我觉得它的存在对我而言的意义在于，它时时的提醒着我，不要像恶魔那样子，拿着别人的关怀和信任去要挟对方，强人所难。最后再来谈谈相机。首先是娱乐用的相机，分别是大疆的 Osmo Pocket 和 Insta360 One R。大疆 Osmo Pocket 在我拍摄 Vlog 的初期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因为它很小很隐蔽。不过目前我已经越来越少用它来拍摄 Vlog 了，因为它的镜头视角真的还是太窄了。还有就是它的画质，它的传感器大小只有 2.1/3 英寸，比目前很多旗舰手机的传感器还要小。Insta360 One R 这也是一部非常有趣的迷你相机。
拆卸式的结构看起来很酷，但实际上手后发现用起来其实并不方便。这个相机目前我还在测试中，如果各位想看到更详细的测试视频，欢迎关注我的频道，已在视频出来之后可以第一时间看到。相机我目前使用的是索尼的 A723， 它是拍照和视频综合起来在我预算之内最能满足我需求的相机。拍照我经常会裁剪照片，而索尼的 A723 它拥有4240万的像素，即使我对照片进行很极端的裁剪，依旧能够有不错的画质。而选择索尼 A723 来拍摄视频，是因为我真心的受够了松下 GH5渣到爆的自动对焦。索尼的自动对焦非常的稳，很大的提高了我视频拍摄的效率。我希望以后能够把它当成 Vlog 相机来使用。不过作为 Vlog 相机，它又缺少一个可翻转的屏幕。我买了一个或许可以解决无法监看问题的这样子的一个 Vlog 神器，是从国内发货的一个产品，寄了1个多月还没有寄到。等它到了后，我会再测试一下，告诉大家它到底好不好用。以上就是我最常用到的一些数码产品了。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欢迎点赞、转发和关注。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